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Jeremy。上次我们讨论了升职，今天呢，我们继续展开这个话题。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升职的关键的10个因素我们当时总结了这个系列的总纲，也就是分为3个层面，从公司层面、人际关系、个人发展，还有最后的36计走为上计。我们当时讲到了这10条呢，是我认为跟老板谈升职之前必须要考虑到的10个关键的因素。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将展开进一步的给大家分析，到底什么是公司层面。一是公司的宏观情况。在我们讨论升职之前，我想先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当一个公司处在黄金阶段，处在高速发展，处在各个业务线都一路狂奔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升职的机会也就自然就多了起来。而相对的，如果一个公司它的经营状况出现了不增长，或者是出现了下滑，甚至出现了财报的一些问题，或者领导层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升职将比较困难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的财务情况和发展情况可能没有达到预期，所以呢，审批下来的 headcount，也就是审计下来的这个人头可能就会少一些，甚至是没有，甚至 hiring freeze，也就是不招聘的情况，这都是很常见的。第二个公司的经营状况或者是宏观状况呢，是指的这个公司的晋升制度，还有晋升标准、晋升的时间表。这里我想提到的就是说，公司的制度是什么？它是1年升职1次，还是允许1年升职2次？它的标准是什么？是达到下一个工作的标准呢，还是说你的老板要提出来一个标准的，还是说公司有一个时间表，也就是说每年可以每个 quarter 每个季度来 promote 一个人，这些都是你需要搞明白的事情。第三呢，就是说不同职级，也就是在一个 job function、一个 job family 下，不同的 level、不同的等级上的这种要求和期望，这个条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般来说，当你的表现 performance 达到了下一个 level、下一个级别的要求的时候，这很自然的，老板就会向公司提出来升职的这种 proposal、这种申请。而如果一个人做的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但是没有达到下一个 level、下一个级别的要求的话，升职也是非常困难的。第四个是公司的管理者如何做出晋升的决定，也就是说，当你准备要申请升职的时候，谁来做这个 proposal，谁来帮你把这个申请递交上去，谁来做最后决定，是一个团队比如说各个 director、senior director、VP，他们来集体做决定呢，还是说一层一层的从你的 manager 往上按照 reporting chain，按照这个汇报的这个级别一层层向上递交，这个你需要搞清楚。第五，也就晋升周期组内的晋升周期呢，这里主要指的是一个组，比如说有20个人的情况下，他不可能一次性全部都给20个人升职，他肯定会有一个类似于周期的形式，比如说先给前2个人升职，再给3、4个人升职，再给5、6号人升职，它有这么一个过程。这时候你需要了解潜在的组内竞争对手，甚至是整个 org 整个组织下的这种竞争对手看看他们是怎么申请升职的，看看他们的成功案例是什么，这个也非常关键。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可以做比较的，或者是可以作为一个成功案例的一个申请，那么它的模式很可能就会成为你的成功的模式。这里有2点注意，第一就是如果你是新人，刚刚加入这个公司或者刚刚加入这个组，你可以打听一下这个信息，就是那些即将离职的人或者刚刚升职的人，他们通常就很愿意分享他们自己在公司或者在组内的一些经验，这时候听他们讲的话，将会对你升职非常非常有帮助。第二呢，就是升职是跟资金挂钩，这一条我必须要再次强调。所以你要了解公司的资金情况，尤其是财务和增长情况，通过公司的员工大会，比如说每年的员工大会，或者通过一些公开的会议来了解自己公司的运营和财务情况，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公司层面的分析是了解晋升的游戏规则，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是个篮球运动员，你到足球场上去踢球，这明显是非常业余的。不管你篮球打得多么好，你参与的游戏不一样，你的游戏变了，你的游戏规则变了，
那么你升职的努力可能方向就全都没有了。换句话说，如果你从一个公司换到另外一个公司，你从一个组换到另外一个组，游戏规则往往都是不一样的。这时候你需要了解这么6个问题：第一，下一个级别是什么要求？尤其是你要向你老板去确认，到底下一个级别按照什么样的要求我可以升职。第二呢，就是你要了解你的老板，也就是你的直接上级的工作风格，还有他的最优先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他工作是一个工作狂，对吧？他可能就会要求手下的人也会对工作尽心尽力。如果你的老板是放羊式的，比如说，他提出来一个东西，下面的人呢去做，只要做出来就向他汇报就好了。这种老板往往就是你只要有阶段性的成果给他汇报就大事皆可放心。换句话说，老板的工作风格决定了你是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展示自己。同时呢，你也要知道老板的优先级是什么。老板是希望团队扩大呢，你要帮助他招人；老板是希望目前大家开开心心呢，士气要高涨呢，你就帮他多组织一些活动，多在会议里面提出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活跃一下气氛。如果你的老板希望尽快的递交或者是尽快的展示一个阶段性的团队成果呢，你就要帮他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我目前做的事情做成一个 slides，让老板去向他的上级汇报呢，对不对？好，接下来呢，第3条也是我最想说的一条，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跟你的合作的团队构建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很多朋友为了升职，往往忽略了这最本质的事情，就是说你目前做的事情是不是做得好，你目前跟你合作的人是不是友好。这里举到一个《三国演义》的例子，当时曹植和曹丕在争夺世子，曹植呢就摆出各种各样的花样，对吧？又是一人一口酥，又是把他的曹操的那个门给拆掉了，说这个门不合适，耍了很多小聪明。然后曹丕呢就去找贾诩，曹操的谋士就说：我该怎么办呀？我的弟弟曹植这么会搞事情。然后曹丕呢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贾诩希望他兢兢业业的把本职工作做好。其实把本职工作做好这件事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我做经理这么多年，我发现大多数人其实本职工作都做得很一般的，但是往往，在公司内嘛，就是也不能全部的说你们做的不好。作为老板也得想整个这个局势是什么样的，对吧？手下的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要留一些面子给大家。所以呢，如果你的老板说你做的活还不错，还可以，你最好让他举例，到底哪些做的不错，哪些还可以，不要让他很模糊的给你一个概括的回答，因为往往这都是客气礼貌性质的。我可以这么说，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人，他们升职的概率是最大的。下一个子环节呢是跟合作者构成良好关系，这个更多的是在你做工作的同时呢，不要为了做这个工作而牺牲掉你跟同事之间的这种日常交流。人都是说话看接触，对吧？互相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是不同的想法你要把自己的想法跟对方沟通，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关系。好，第4条，多向上级请示，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我这里想主要讲两条，第一就是，如果你有一件事情不确定，你一定要向上级请示不要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就去这样做。往往你的想法可能跟上级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的想法可能本身就是错的，或者你的想法在没有别人确认的情况下直接做了决定，是非常不合规矩的。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如何帮助团队如何支持团队如何帮助老板实现目标呀，就多问问他。第二呢，就是你在向老板请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请示的内容不要过于琐碎。这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请示，而是请示那关键的话题比如说你的代码出现了问题，这个完全可以你自己去网上搜，或者找同事，或者是自己用 GPT 检查一下。你去问老板这行代码为什么错了？这不叫请示，这叫干扰老板的日常工作。所以我强烈建议
当你有了问题需要请示或者需要询问老板的时候，你先想一想这个问题你自己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否需要你老板花10分钟、20分钟来介入。老板都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如果你跟老板说这个地方我有 roadblock，我没有办法前进了，或者这个地方我有困难，老板首先会放下手中的事，或者至少他会在做事的同时呢会想到你。如果这个事本身没有那么重要呢，你的老板就会对你的印象非常的差，觉得他没有办法自己胜任这项工作，他需要 coach，他需要帮助他需要不停的别人来给他一些指导，这很耽误团队的时间，不拉不拉不拉，这样很容易出现问题。好，第5条，展示成果，进行自我推销。当你的工作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或者是当你的工作出现了一定的成果的时候，一定记得要向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你的老板，包括你重要的同事，甚至包括你合作的那些团队的 leader 或者是 senior leader，展示成果，进行自我推销，是最终验证你的工作是否有意义的最好证据。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网站的设计，然后这个网站设计出来了，然后网站也展示给客户了，也展示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如果你不说这个事情是你做的，可能你的 product manager，可能你的同事，可能你的老板，可能任何跟你没有关系的其他人，都默认这个事情是一个集体的，或者是其他某些人的成果。很多人都想不到你的，尤其是你刚入职，或者是你在一公司里面人际关系还不是非常的多的时候，很难通过非语言的间接的方式来展示你的成果。这时候你需要主动的自己去展示你的成果。好，第6条，我们讲一下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很多表现非常好的员工呢，他们在之前的公司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换一家公司就成了表现非常差的，或者说是他之前在一个组是 super star，但到另外一个组就变得是一个 average person，这都非常非常的正常。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组他们的晋升规则、游戏规则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些潜规则，可能有一些默认的非语言性的，或者是只能口传口的一些信息呢，你需要提前了解、提前适应。这里有条注意，这里有一条非常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你的直接上级以及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有自身利益 （self interest），这里不是一个贬义的词汇。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公司的目标，都有自己的小目标。你要完成他们的目标，成为他们可以信任的人。升职最后是你的老板或者是公司的一些领导层愿不愿意相信你能去承担更大的责任。好，请大家谨记这一条。这里我要加一个 slide，我要讲一下站在 skip level manager 的角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升职，你跟你的老板谈升职，而我又是你老板的老板，这时候呢，我希望你理解你的 skip level manager 在晋升过程中的作用。通常我们会讲 manage up，这里你需要 manage two level up，也就是你的老板和我。我这里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潜伏》这个电视剧里面，它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好感是非常奇妙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信任是升职中最关键的因素，也就是你老板或者其他的这些领导层愿不愿意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做好。这里呢，我希望站在 skill level 角度跟你讲一下，你的直接上级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员工，需要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跟这个员工升职。这里我讲5条，第一就是你的直接上级，你的老板希望培养和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你不一定要成为你老板的 best buddy 或者 best friend，但是你一定要让他不讨厌你，至少看到你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我知道有很多这种 high performer，他们做事非常好，但是呢，他们在跟老板的关系往往不是那么理想，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老板为什么这样想呢？老板想的不对，老板想的不够远，老板想的没有我好，没有我周全，老板的技术怎么那么差老板怎么，就是他会想老板为什么总是处在一个相对不合格的那么一个状态，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你如果这么想你老板，我相信你老板是知道的。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事情，大家都不傻。第二呢，就是你的老板肯定有压力和他的目标啊，组内的关系、组间的关系，这都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如果你能替你的老板分担压力，或者能帮他完成他的目标，他一定会记得你，不管是升职还是其他有什么好事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你的。第三条是你的老板希望你能提出一份职业目标和发展计划。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我的老板想知道这些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当一个 manager 要给他的手下升职的时候，首先他会在刚 hire 这个人或者刚接管这个团队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就已经想这个人明年这个时候会不会升职，或者到了升职的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升职？你的老板肯定会想这件事的。他手上比如说管10个人，名单一看，哦，这是我的团队10个人，哪些人可以升职，哪些人是有潜力的，哪些人是可能没有潜力的，可能也不想升职的，哪些人可能想做经理的，他心里都有一个数。有的时候他会误判，所以呢，当你第一次接触你老板，或者是刚刚认识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我想升职，我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计划来满足我升职的目标，你一定要告诉他。不然的话，你老板的这个判断，尤其是在比较大的组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误判。第四条，你的老板希望你可以认真对待反馈和建议。这里的反馈建议是指你老板的反馈和建议。大多数情况下，你老板是对你工作和在你工作过程中做的事情的态度、做的事情的方式最了解的人。有些时候你做事做得很好，但是你老板可能不满意，或者是有更好的方案，你一定要虚心的听，并且想老板为什么这么说，老板的反馈有没有意义，老板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对我好，还是说老板有哪些东西没有看见，他这是一个片面的建议。你一定要仔细的想老板每次给你的反馈建议，这是增强你们之间信任和关系的最好途径。如果你的老板不给你反馈和建议，那反而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你老板要么是对你做的事情不在乎，要么是他觉得跟你说这些反馈也没有意义。所以说，通过老板的反馈和建议，你能获得很多信息。好，第5条，最关键的一条，所有的 manager 他给他手下的人升职，有一条最关键的看不见的因素，就是他给他信赖、可以依赖的人升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是他老板不喜欢、不信任这个人，但这个人还是升职了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见过都是老板会在升职的会议上给所有的人说，这个人做的非常棒 ，trustworthy，这个人做的非常非常好，go to person，这个人做的非常非常的全面，comprehensive，是一个 thinker but also a doer。你老板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种信赖传递给在场的所有参加会议的其他 leader。最终来通过对你的升职的评测和评估的会议。这里有2点我要给大家说明。第一呢，就是你的直属上级，他是给你写升职申请的人，也就是这个 proposal 是你的直属上级、你的 manager、你的老板来写的。第二，作为你的 skip level，我是有最终决定权的，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让这个员工升职，我是有这个决定权。如果我没有决定权，我的老板也就可能是个 VP，可能是一个 Senior Director，可能是一个 CTO，他会听我的话，我会听你老板的话，所以最终，你老板再往上的所有做升职决策决定的人，最信任的人是你的老板，不是你，也不是你找的其他的那些推荐人，这点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如果你觉得我跟老板关系不好，或者是我老板不理解我做的事情，啊、我想找其他的人来支持我的升职，你可以这么做，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你老板的话反映了2点：第一是你做事是不是好；第二，如果你连你跟你老板的关系都处不好的话，这些其他的人会怎么想？好，大家好好想一下这个问题。好，接下来呢，我要花1分钟的时间总结一下这次视频的精华。第一，就是说公司在发展快的时候是快速升职的好时机，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如果你的公司每年增长100%，或者是高速增长阶段，或者你的团队现在有大量的这 headcount 有人
要进来，这说明这是你升职的最好时机。第二呢，就是掌握公司的升职流程，掌握游戏规则。第三，老板布置的任务准时完成，从一件件事情中获得信任。第四，一定要经常告诉老板你要升职，告诉你的老板你的计划是什么，请示他，并且询问他的意见。第五，展示自己的成果，展示给所有相关的人，并且跟你的合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第六，你获得的信任越多，你升职就越快，升职的概率就越高。好，谢谢大家，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下期继续讲，欢迎收听。好，我是 Jeremy，再见。